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习近平正在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啊。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有点恍惚啊，我还以为20大又要召开了呢，或者是中国又开两会啦，但这日子也不对啊。但您定睛再一看，这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呢，你就知道啊，这既不是20大召开了，也不是中国要开两会了啊，而是正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峰会论坛。话说这次中非峰会论坛规模大呀，非洲国家来了53个国家的元首啊和政府首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政府首脑到了人民大会堂开会啊，那个会议的规格啊、举办方式啊，跟国内啊是几乎一模一样。所有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啊，坐到主席台上，跟习近平啊坐在一起啊，享受中国国内啊这些副国级以上的待遇啊。至于那副总理啊、部长啊，那就只能坐在台下了。你想想，53个国家代表都来了啊，那人民大会堂的座位都坐满了，济济一堂啊。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很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万邦来朝。想想中华民族现在已经伟大复兴了，一带一路都开到非洲去了。话说呢，当年丝绸之路也没去过非洲啊，但是现在习近平在任上的时候，人家这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就拐了个弯，就直接去非洲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他底下哗哗哗鼓掌，然后呢低头看文件，给人感觉就很像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认真学习习近平的讲话。话说习近平啊，在这次中非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啊，就是我们刚开始看到的，这里头有一段讲话在媒体上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那这个话音未落，那国内的很多人就质疑啊，说3600亿，现在国内经济形势这么差，是吧？这个社保都没有钱了，这是养老金都没钱发放了，政府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那凭什么要给非洲大撒币啊？那也有很多人说了，那外面的外电分析了，这3600亿啊也都是虚的，共产党不可能都兑现，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为什么中国要在北京召开这次中非论坛，而习近平在非洲的大撒币，那个目的又是到底是如何呢？首先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中非论坛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它最早呢是2000年，中国加入 WTO 前后啊，在北京搞了一个叫中非啊论坛的部长级会议，那就是中国跟非洲啊要加强双边的经贸合作嘛。话说当年的非洲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啊，那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啊，就整个经贸水平，一年的双边贸易额只有1000亿人民币左右，非常非常低。投资额低到什么程度呢？就只有1亿美元左右啊。所以当时为了加强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经贸往来，就搞了一个中非双方的部长级会议的这么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每隔3年举办一次，在中国和非洲呢轮流举行。在2006年的时候搞了第一次啊，就是中非双方的首长峰会，那是在北京搞的，胡锦涛啊他们来参加这个会议，主持这个会议啊。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非洲的元首到北京来参加。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中非论坛他就比较重视了啊。2015年的时候又搞了一次中非峰会，这次峰会呢是在非洲的约翰内斯堡，当时习近平也亲自去参加了。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搞了一次中非的峰会论坛，那一次呢有40多个国家的非洲元首到中国来参加会议啊。那习近平那确确实实给人感觉过足了这个大国首领的这个瘾啊。那么到2021年的时候，由于疫情期间啊，那这次的部长级会议在非洲搞，那习近平也害怕呀，也不敢去啊，那只是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那这一次2024年又在北京搞了一次中非的峰会论坛，这次中非的峰会论坛那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就像我一开始讲，53个国家的元首啊到北京来参加。在非洲啊，除了有一个国家叫什么斯韦士兰，
他没有来，因为这个斯韦士兰跟台湾建交的啊，他上个世纪1965年独立以后就一直跟台湾建交，到现在人家也坚决不接受中共的收买，据说啊，但是这个斯韦士兰呢，这个国家很穷，是一个王国啊，在现在非洲也不多见了，就是一个王国啊。然后呢，跟台湾的关系很好，蔡英文他到那去访问过，所以他没有来参加。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派出了政府首脑这个级别的官员到了北京来参加这次峰会啊，所以应该说不可谓不重视啊。像那个刚果这个国家的那个元首，9月5号参加峰会嘛，9月1号就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之后呢，要9月2号去见了习近平，希望啊，这个中国啊在非洲搞的这些援助啊，赶紧多给一点这个刚果金这个国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非洲很多国家对中国现在在非洲的投资啊，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啊。那紧接着就是这个3600亿这个数字啊，我个人觉得啊，很多媒体的解读呢，可能还是不太对。这3600亿啊，并不是中国对非洲的这个援助，这里头包括几个方面呢？因为习近平的讲话里其实也就讲了，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3600亿中间，其中有2100亿是信贷，就是给非洲进行贷款，用人民币或者是用美元给他们贷款。然后呢，有800亿左右呢是各种各样的援助啊，包括粮食援助啊、军事援助啊，各种各样的援助，加起来一共是800亿。然后还有700亿左右的私人投资，就这3项加起来一共是3600亿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3600亿都是白白送给非洲人的，不是。而这800亿的援助里头啊，其实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很多也是以人民币的项目进行的。比如说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培训政府官员，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啊，现在不是搞的那个学院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专门传授中国现代化经验的“一带一路”经验的啊，培训了大量的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像这个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个政府的援助项目里。那一个项目里头的钱嘛，你可以免费到这来培训嘛。所以这800亿也不全都是现金的形式，很多也都是其他的人民币的项目的形式啊。所以一共是3600亿。这3600亿，我们折算一下，3年中间是平均每年1200亿。这1200亿呢，大概呢也就差不多是160亿美元，或者到170亿美元啊。那么这个数字啊，应该说在过去几年它并不算夸张。大家都知道，我一开始讲了，2000年的时候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一年就只有1亿美元。但是到习近平10年前提出来“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这个速度就开始迅猛发展。到2016年的时候达到峰值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啊，就整个的这样的投资一年是达到了288亿美元。那这个数字是空前的啊。这之后呢就开始掉了啊，到了这个2020年、2021年的时候，跌到什么程度呢？说一年只有10亿美元，疫情嘛，是吧？所以到去年的时候恢复了，开始有一些恢复啊，达到了43亿美元。但是今年推出来的3600亿，3600亿里头，平均每年不是160、70亿吗？应该说跟过去3年比起来有个大幅的提高，但是距离2016年的峰值水平还是没有到那峰值水平的，所以并不是一个特别夸张的数字啊。那紧接着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这次要大动干戈，在北京搞这个中非峰会论坛？为什么要加大力度啊，在非洲进行投资？这个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中国现在外贸形势最近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美之间过去一直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嘛，但是中美关于这个贸易的摩擦啊，也包括现在中美之间整个外交关系的这个遇冷啊，所以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纠纷呢，
应该说是过去几年此起彼伏，导致了中国的商品呢，美国要加关税啊。前一段时间不对中国的电动车要加征100%的关税吗？也包括那新三样里头所有的都要的限制啊。所以中国现在呢，面临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贸易上的冲突呢，越演越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像加拿大啊，包括日本呢，也包括欧洲啊，很多国家啊，都跟着美国见机行事，导致中国的最大的几个贸易伙伴，最近这几年外贸增长的速度就明显受到了下降，明显受到了影响。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的外贸统计里头总是把东盟放在第一位。东盟不是一个国家，10几个国家啊。但是为什么中国把东盟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来统计呢？实际上，如果按照单边国家来计算，美国还是第一。那么中国实际上就是希望淡化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重要性。你看到了吗？美国你现在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东盟才是啊。而且东盟不但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的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数据每年的增速实际上还在非常快的增长。但是中国和美国的、中国和欧洲的，包括跟中国和日本的这几年的贸易增速都在明显的下降，脱钩嘛，对吧？所以呢，中国现在急需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急需要中国在欧洲之外去开发一个新兴的市场。这个新兴的市场呢，使得中国这些商品呢，有出路，中国的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呢有销路，同时还不受到这些外交格局的影响，不受到中国和外国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的影响。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东盟作为外贸统计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东盟跟中国的外贸之间的关系就较少有政治因素嘛。那么非洲也是如此啊。非洲大家别看都相对来说比较穷但非洲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还是不容小觑非洲一共有13.7亿人口，跟中国的体量差不多。那么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外贸统计呢，到去年的时候达到了1.98万亿人民币今年前7个月呢达到1.19万亿。那么平均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这20多年的时间，年度的增长呢平均增幅是17%，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那你现在跟中国、跟欧盟之间、跟美国之间，那你都没有办法用这个速度来增长了。虽然说现在中非之间的贸易的这整个的比重占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额大概只有5%左右，因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41万亿人民币，那么中非的贸易总额也不过只有2万亿人民币吧大概就只有这个5%，但是它由于增速非常快，还加上它实际上非常符合中国的这么一个胃口。为什么呢？因为从非洲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呢，多数都是原材料，都是矿。比如说中国现在在非洲不停的在开始开采石油还有个铁矿然后包括进口的都是一些原材料然后呢，中国卖给非洲呢都是制成品，都是高附加产品。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新三样，那现在的这些电池包括电动汽车，现在在非洲已经渐渐开始打开了市场。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非洲是中国特别好的商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地，同时中国对非洲的这个商品的需求呢，也非常符合中国的经济结构。你看这次习近平不提出来了吗？说中国对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听起来特别好，是吧？但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些原材料到中国来，你像石油像什么矿藏其实中国真的不需要给他们加关税。农产品你去加关税能加多少钱呢？当然这样的话还可以能赢得一个美名。今年1到7月份，中国从非洲整个进口的农产品加起来只有200多亿人民币，那可以忽略不计我就不加关税了的话，你算算这能有多少钱呢？所以中国跟非洲之间的贸易的结构特别符合中国的胃口，所以中国现在是非常希望能够扶持非洲，或者说通过给非洲输一点血的方式让非洲的经济发展起来，同时也给中国的人民币寻找出路，也给中国制造来寻找出路。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在过去10年间在非洲的这些投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之后一开始迅猛的在非洲进行投资第一轮的这个投资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是基础建设。这基础建设里头你比如说兴建 CBD， 大家都知道埃及有一个 CBD 就埃及的首都开罗，这些年由于人口比较多它这个城市也不堪重负，
于是呢，埃及政府就决定在开罗附近45公里的地方呢，沙漠里建一个新的城市。这个新的城市呢，就有点效仿于中国的那种 CBD 的建设，建一个新城。这个新城呢，先建设基础设施，整个这个大单全部被中国拿下来了。那个开罗的这个 CBD 项目啊，建设一个非洲第一高楼，然后还建了一个比英国的希斯罗机场还大的机场，希望由此来吸引呢开罗的这个旧城的这些市民呢到这新城去居住。整个这个项目的投资呢，30亿美金，全部是中国拿下来的订单。那么中国的银行呢，给这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融资计划，就利息呢大概是年度2%到3%。还你比如说，在非洲大量的建设公路啊、桥梁啊、铁路啊，比如说尼日利亚的铁路项目，那中国也是给它融资了30亿美元来建设这个铁路项目。不过据说这个铁路项目现在建好了，已经开始运营了，说1年亏损1亿美元啊。但是这些项目啊，中国都是用他们的主权信用来做抵押的。这是第一轮，当时啊，大量的就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包括就是开采一些矿业，比如乌干达的那石油啊，那石油的矿业，那是中国现在也是积极在那地方做开采。还比如铁矿，非洲最大的铁矿，那中国的宝武集团也包括中国铝业，那就占有非洲最大铁矿40%的股份，都快控股了。那大家都知道，那世界上最大的铁矿，那是澳大利亚的，还包括智利的，中国远远从他那买，受制于人呢。但在非洲这些国家，可以直接成为他的股东，成为股东之后，中国可以控制整个矿业的命脉。还比如说锂电池，现在是整个新能源汽车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但中国的锂的总储备量啊，矿业的总储备量只占锂矿的9%，但是非洲这些国家矿藏就非常丰富了，所以中国很早就在非洲开始大量的收购这些矿藏。当时啊，中国这一轮大规模的投资之后啊，国际上有很多人就在说，中国在非洲投资啊别有用心。为什么别有用心呢？这个实际上，第一，中国投资过去以后啊，使得很多国家陷入到了这个债务陷阱，因为非洲这些国家拿了中国这个投资之后啊，他还不起钱，还不起钱之后呢，那就欠中国一大笔钱嘛，导致这个国家有可能破产。还你比如说，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因为它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后，这些国家不就是听中国的了吗？这是现在很多媒体啊对中国在上一轮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的一个普遍的评价。但是啊，如果我们客观来看这件事情啊，由于中国在非洲的这些投资啊，它这个债务偿还期啊普遍都比较长，20年、30年都有啊，所以这些债务呢还没有到偿还期。但是现在可以看出来，中国现在在非洲啊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债权国，总数量呢大概是1500亿美金左右啊。所以中国也通过这个方面，的确在非洲国家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你想想，那非洲那么多国家欠中国的钱，欠完中国的钱以后，你想想在国际上，中国再想去联合国里头表决啊或什么之类，那非洲国家能跟中国站在对立面吗？不太可能了，你欠了中国的钱。所以我过去曾经分析中国一带一路的时候讲过，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时候，实际有2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经济诉求啊，我这个人民币可以出海，然后我中国制造可以出海。第二个还有政治诉求，对于那些很小的国家，中国可能让这个国家欠个几十亿美金，这个国家就彻底听命中国的了嘛。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可能谋求的并不完全是经济利益，但是呢，他通过这个赢得了在非洲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啊，这个债务危机问题啊，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来评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就中国在非洲的，这是2手抓两个企图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的策略啊。这是这个西方媒体啊对中国在非洲搞的这些投资的这么一个评价啊。但是你看这一次的中非论坛，你会发现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那种成本大，也包括整个的那样的一种周期长的投资项目啊，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那个这次又有一个新的词嘛，叫小而美的项目，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包括这个非洲的企业搞一些数字化建设啊，把一些电信设备卖给非洲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啊。中国在非洲的总体来讲的投资方向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是这一次中非论坛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债务问题遇到了一些挑战啊。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在非洲的投资结构在发生变化。这个发生变化的原因啊，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但是这是现象，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第三个方面，那么如何总体来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在我看来啊，“一带一路”是中国人的说法啊，如我理解，“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总体的做法，其实就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大家都知道啊，二战当时啊，百业待兴啊，战后之后，那很多国家都是满目疮痍嘛。而且呢，当时啊，美国认为啊，欧洲的2次世界大战都是在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让你赔钱，赔很多钱。于是呢，那些战败国起来之后就要跟你干，所以就陷入了到一种零和游戏。所以美国当时就提出来了一个马歇尔计划。这个马歇尔计划呢，就是帮助这些战败国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重新建立起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业这个国家建设能力。那么由此呢，战胜国对战败国没有这个经济诉求了，还帮助他们建设。由此呢，你建设起来之后，美国跟你之间啊还有贸易往来，就实现了双赢。这个马歇尔计划呢，当时一共投资了160亿美元，这160美元折合到今天来算，大概就相当于2000多亿美元。那的确是效果是非常好，比如日本，比如说欧洲的德国，是吧？就这些战败的国家都受益于马歇尔的计划啊。最后呢，很快的就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了，重新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制造业大国、工业强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在非洲啊，它也有点想效仿当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什么？因为美国真成为全球霸主，不仅仅是在军事上打败了德国和日本，更重要的是，它让德国和日本呢成为自己经济体系中间的一部分。我给你贷款，然后我让你变成我整个工业体系的一部分，我就永远是老大了，我就是大哥，你们就是小弟。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高的啊。那中国现在也有点想这么做。中国不是一直在跟美国叫板吗？要构建世界新秩序吗？构建世界新秩序，它不叫新南方吗？所谓的新南方，就是过去老毛讲的那第3世界不发达国家，都是穷哥们儿。所以你看习近平这次讲话里头讲到了吗？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1/3，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话说得非常好听，对吧？你看那个林毅夫在北大搞的那些培训里头，都是培训这些非洲的国家怎么着？你学中国经验，因为美国你学不会啊，因为美国民主制度啊、民主啊、自由法治啊，你非洲这些国家你能学会吗？不行，对不对？非洲国家要么是军事独裁，要么还是那些国王呢，对不对？他们学不会美国的呀。那你学中国就没有障碍，中国也是一个独裁国家呀。你看我独裁的同时，我经济还发展起来了，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对于非洲的很多国家来说的确有吸引力。他们认为我学美国学不来，我学中国有可能学得来。所以这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个中非双方都共同有需要。所以中国的核心目的啊，就是通过给非洲输一点血，输一部分血，比如说帮他把基础设施建设起来，让他经济繁荣起来，然后做大国内市场，有很大的需求从中国来进口，这样的中国制造不就有了很大的这个销售的市场了吗？而且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受益了。比如说中国现在跟非洲之间每年的贸易顺差是2000亿人民币，相比于这2000亿人民币的贸易顺差，那你3年给800亿这样的一个援助，
其实也还是可以接受，对吧？因为你赚回来了好几千亿人民币嘛，给中国很多中国制造带去了一个新兴的市场嘛。如果这个市场每年还在不断的做大做强，那中国就成了一个马歇尔计划过程中间的双重受益者。所谓的双重受益，指的是政治上，这非洲的国家那将来是为中国马首是瞻呐。你想台湾问题是吧？中国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非洲这个国家鼓掌，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政治上获益。而且中国在跟美国较劲的时候，在联合国较劲的时候，那是非洲国家都投中国的一票啊，所以成为了中国在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盟友，所以政治上受益非常大。经济上的受益呢，就是他希望，你非洲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中国的商品有更广阔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不受美国和欧洲的约束。美国你天天跟我讲这个约束那个约束的，对不对？是吧？在非洲没有约束啊。中国企业在非洲搞建设的时候，多数都是带着自己工人去，整个自己中国的产业工人到那个地方来建设。但是你要到美国去建设，那不行啊！你中国的那些企业到澳大利亚去建设，澳大利亚检查说你这个对中国的工人不行，这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员工标准，你这是在虐待工人，要求中国的工人不能加班，然后呢每天要住到什么条件，吃要到什么条件，把中国的企业搞得苦不堪言。但是非洲这些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中国随便搞。他们最充其量是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雇佣一些当地的工人，给他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而已。所以非洲这些国家跟中国是没有博弈的这种条件的。所以中国的所谓的马歇尔计划的初衷就在于此。那最后啊，那肯定有人问了，那你说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到底有没有可能成功啊？我现在看了，我认为啊，还看不太出来，因为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在逐渐的增长。确实现在看来，每年差不多都是10%几的速度，几乎是在中国的所有的贸易伙伴里头是增长幅度最高的、最快的。因为跟欧洲、跟美国，因为体量已经做得很大了，再想增长已经比较困难了。但是非洲由于整个体量还非常小，只相当于欧洲的1/3，相当于美国的1/3，所以呢，它现在增幅还比较快。那么呢，未来是不是中国会陷入到这个非洲的债务陷阱里面去，或者说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彻底失败，中国呢那些投资都打着水漂，现在我就说还言之过早。但是我想做这期节目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大家抽丝剥茧，把中国的搞中非论坛，也包括习近平在非洲搞这些资金呢的真实目的告诉给大家，就是这个目的。那能不能实现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假如说能实现啊，中国也是受益者，非洲也是受益者。实现不了，那可能或许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